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小子，你还记不记得之前4月1号那个愚人节有巴菲特买台积电的事情？哦，有啊，那事情闹很大那后来说什么是假的，我才去看说，现在有人用 AI 去造图哦，不知道哪些傻瓜被骗的。我婆婆她就把钱投进去了呢。啊？什么？可是他这个诈骗是愚人节玩笑不是吗？对啊，可是新闻啊、政论节目都有拿出来聊啊，我们就以为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去投资了。那这个不知道要不要得回来？法律问题我们还是来问一下专家好了。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讲到这个投资的事情啊，这委员是最熟悉的啊。证券我也是。对，这一次事情真的玩笑开大了。是，这个有点夸张委员，因为这个事情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人开这种玩笑？我以为明星开自己丧礼的玩笑就够夸张了，结果有人竟然敢把这个刀动到太岁头上，动到巴菲特老爷子的头上，说呢，巴菲特买台积电就去投资，然后还做了一张假图，说是彭博新闻社。大家也知道彭博 Bloomberg 他是在金融方面是很有权威性的，对。但是后来被查证说这是假的，那后来网红说我道歉我没事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金管会官员说要查，那可是网红说没有，我又没有投资，你可以去查，甚至连 ETF 我都没买，因为大家知道 ETF 就是一篮股嘛，他的意思是说我相关的投资都没有，连我买的 ETF 它也不相关的投资，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受益、没有获利，所以我应该没事。可以这样子吗？又是在一桩对于法律的规定不了解。违约交割那些或者内线交易的确你是要有买股。但是呢，证券交易法155条1项第6款的规定，他说，如果你是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的价格，然后你来散布流言或不实的资讯，巴菲特没有进去买，是不实的资讯嘛？他说他没有持股他也没买卖他不一定要为自己他没有规定说你要为他，只要说你有这样的个意图，你要去影响它的价格，比如说你觉得台积电价格这个还可以再往上飙涨，也许你没有买股，可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什么，他有买股票，那你希望它赶快上涨过去的话，因为讯息刚出来的时候，这我跟大家报告金管会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倒是没讲错的，就是只要是符合它的规定，如果你是意图影响这个上述公司它的交易价格的话，然后呢，你是散布假讯息的话，那你就会掉进去这个规定。它的处罚很重它的处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拘徒刑，那是重罪然后另外，它可以被科罚的金额是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所以开这个玩笑，这个股票网红惨了。他唯一能够辩解是我没有这个意图，因为他散布假消息是不是事实？是啊。是。现在他的这个股价有没有变动？有啊。进场买的人呢，在他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巴菲特这个股神呢，那所以大家进场买的人，因为受他的这个影响结果他股价飙升之后，然后他掉下来，他后来有掉下来。对。可是呢，他要谢谢台积电。他应该要谢谢美国政府啦，因为美国政府宣布台积电的66亿，对，结果呢，你就发现就是它的那个股价的这个曲线呢，等到因为美国政府宣布是美国时间4月8号，是台湾的4月9号，它的这件事情发生是4月1号，所以原来它其实真的金管会也出来讲了嘛所以你会看到原来是大家发现说，这个是假的时候，那些的确是有人被套牢。结果台湾的4月9号之后呢，因为这个美方的这个讯息出来，然后台积电的新闻稿也出来之后，股价又解套了，上800了。所以他真的，我觉得这个网红真的要去这个特别感谢一下台积电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讯息出来，如果他的这个股价是一泻千里，因为那时候讲说巴菲特要投的时候，就很多人都抢进嘛。对。那如果他没有美国的这个66亿的 Chip Act Grant 的时候，他的这个价格往下跌的时候，那这次金管会没有借口了，投保中心也没有借口了，就是集体诉讼的部分呢，就可能会成立。那成立了之后，那当然网红可以讲说我没有意图我没有意图，你就慢慢打吧。通常这种官司一打起来大概6-7年少不了。所以它造成大家受害的时候，这些股灾的受害者，他们可以一起跟这个造谣的人求偿。可以，我们的法定制度里面呢，投保中心它会代理
他会发一个公告给大家，就说你要求偿的话，那大家可能就问说，奇怪了，那 FTX 为什么这么大的金额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我们在立法院就咨询过金管会，金管会的回答是说 No，FTX 不是台湾的证券，投保中心呢是证券投资人保护中心，所以他说你不是证券，所以呢他就不适用。我觉得说我们的行政官员呢，真的我也是真的是昏倒，这是你解读的问题嘛，对不对 ？FTX 虽然它不是台湾发行的，但是它美国有发行啊，是啊。对不对？那在美国是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证券呢是包括什么？它的范围广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都可以证券化。什么东西都是。以前就曾经有人，就台湾的投资人，就曾经去因为受骗上当，然后去佛罗里达州买那个土地啊，对，买到那个外海里面去，就是根本没有那块土地，然后就是被骗了，就说你买的这个土地，我还给你土地权证啊，什么东西到外海里面去的。美国 SEC 啊，美国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金管会的这个单位，他就直接讲这个是属于证券，所以你这个去卖这个土地呢，你在你的公开说明书上面有所讲的内容有虚伪的情况下，哇，美国这个处罚规定也是非常非常重的。你可以看到这次 FTX 的 SBF 就是这个主角 STS 的老板，对，结果他被科处了，我若没记错，他是300个月，300月是几年呢？25年。这会在台湾会发生吗？在台湾关个3个月，好像不会。台湾的现在的诈骗呢是满街都是。因为我看这个网红，大家说他恐求处7年，真的实际上3年以上、10年以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还可以找一个好的律师嘛，因为他的唯一的打法因为法条规定的很清楚嘛，他的构成要件是意图影响。但你如果没有意图，没有办法证明你有意图就可以了。对，因为他后半段有啊，他散布流言或不实资料，当然有啊。那你是不是有这个意图？因为他可能主张说我是开玩笑啦，我没有这个意图啦，是。但他与此同时呢，其实有时候他也会看受害者跟受害的金额啦。如果假设没有什么明确的受害者的话，对。可是他这个网红，他有连续发2篇道歉启事，说他真的是愚人节开玩笑，他真的没有任何对价关系。可以，他这是不是他想要撇清说他没有意图去影响？应该是，因为他有没有对价关系，在这个构成要件上面，他没有说你要有对价关系。但是他可以说我因为没有对价关系，其实我没有意图去影响，因为我跟我周边人都没有因此获利，所以我真的不是。所以我才在讲说，你会看他那个股价的这个曲线图，股价的曲线图出来，这个攻防的双方都会用最后的事实去主张，去主张说，这个没有，但也有这个被害者呢，有提到说，他们有受到这个6位数字的伤害，就是100万元以上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股价本来就不低，很高，不低，单张都是几十万钱。对，然后再加上巴菲特原来在美国他买 ADR 也是40。对，所以他现在其实变成说，在这个证券市场上的事情，其实是4个字：洞见观瞻，你不可以随便的。现在已经出来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 short 有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讲说它是愚人节，它不会因为愚人节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行。你所有的违法的东西可以碰到愚人节你就可以做嘛，当然不行。所以理论上来讲，它绝对不是一个借口。我有一个疑问是说，如果股价没有波动的话，那这件事情它还是构成，为什么？还是构成？对，因为它的构成要件是它的意图影响。那只是说那些的实际上面的情形是你攻防双方的用那些证据去支持你说你有这个意图还是没有这个意图。因为他没讲说你一定要达到影响市场价格。那法院也会认为，或者是检方也会认为说，通常来讲，巴菲特他去买的时候，你对于投资大众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会跟进嘛。对，因为大家相信巴菲特的称号股神，对，他买什么都会赚钱。对，你看他以前买这个比亚迪也是一样啊，赚死了，赚翻了，对不对？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巴菲特进场了，我赶快进场。那台积电的股价是不是有曾经因为巴菲特卖掉美国的 ADR？往下滑也有啊，对。那可是这里面有一个状况是，
他要证明他的意图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本来就不容易啊！你要证明意图本来就不容易，但是呢，有一个金管会在这一次出来，我们必须要讲说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因为他有先提醒大家说，你这种东西牵涉到这个法律的东西，还有影响到整个金融还有股市的交易，扰乱金融秩序，对，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它不是你可以开玩笑的题目。那他会不会主张说，这个今天股价的这个有波动没错，但是这个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不是法律因果关系？你讲的这个很好哈，因为显然都是你看我进步了吧？进步了，我的民法典上课有用，对，进步的。但是我们要提到，你今天这个案子构成还是不构成，你要站在一个第三人的立场来看，而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来看。我常常讲的就是说，审你案子的是谁？是法官，在我们台湾是法官呢，对不对？那在美国，美国最近有那个川普连这个90几个这个 juror 都选不出一个出来，他连那么多陪审员一个都出不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在做判断，而是别人在判断正常的情况之下，以你今天这个行为，对，他认为你是有意图还是没有意图了？那你至于律师呢？律师也好，检察官也好，他是从各个最后面事实的状况来支援他的主张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所以其实构成这整件事情里面，就法官最后去认定这个法律因果关系的确认。我先把你的事实清查清楚之后，然后假设你真的周边有一些人真的有去做买卖，那我就可以认定说你这就有法律因果关系，你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有买或者卖的事实，因为你看他跟其他的这个规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其他规定都有讲说你要买卖嘛，对不对？可是他这边并没有规定你要买卖，他只有规定你如果有这个意图，然后你有做这个不实的讯息的话，它就构成了。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哈，就是在股票市场上千万不要乱开玩笑，对，不要开玩笑。这个它是公诉罪，对不对？对，它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是相当重的重罪。所以就算没人举发你，只要被检察单位或警察单位发现，或者是经管单位发现，你就直接被移送了。它可以，对，但是我们的那个主管机关，我常讲呢，它也常常是因人而异，选择性移送。对，好吧。所以这个关于这个证券交易相关其实是很严格的啊。尽管你刚才委员提到一个关键是，可能主管机关会有弹性认定的问题。我会认为他目前不难道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事实的呈现啊，好吧。但是大家在关于这个证券交易市场这个是股票市场出入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对，不要觉得说今天开个玩笑或放个风声，尤其是什么各位网红们，因为现在是个网红世代嘛，对不对？就是大家都觉得在网络上可以讲上2句话，就有这个影响力嘛，就很享受那个影响力，甚至不珍惜自己的影响力，珍惜自己的公正力，然后来谨慎做发言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近有网红我们就不指名道姓。对不对？他可能评论一个某艺人的案子，讲一讲，突然之间呢就被惩罚，然后他的频道也没了，像这个状况。那可是当然那个惩罚到底重不重是一件事，但是你的公众的影响力是存在的，所以对这个你要慎用你的公众影响力尤其在证券市场里面，这种东西是真不能开玩笑。尤其不要期待主管机关关爱的眼神，对，除非我民进党呢，最近有个阿嬷很厉害他最近干了2段，你知道，他后来又在路边又在呛人真的，对。如果儒家没正的话，那就还是乖乖的行得正，好不好？这才是长保平安之道。那当然了，多看民法典充实一下法律的知识让烦恼少一点，让生活 easy 一点。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民法就聊到这里。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的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一些什么样的主题，或者你遇到的案件都可以拿来询问然后呢，这个记得我们是周2的晚上在委员的频道那周3的中午呢会在历史课频道这个上架那也欢迎呢每一周我们继续努力来这个周更那希望呢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啦，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记得追踪每周都会更新一集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